堂堂一个太子殿下，喝这么一坛酒就醉了，我才不信。来，再来一杯。是，我就知道，居然还给我装醉。从小到大，陛下便对我耳提面命，要克己复礼，行为端正。喝醉酒还想教训我呀？没门儿！可我偏要随心所欲一回，有些事情为何别人做的，我这个太子殿下便做不得啊？行了，别喝了，别喝！你给我哎呀，你别喝！殿下，你是不知道，你昨晚已经上树了。我上树了。你确定？干出这种事儿的人是我，不是然了。这满园还有谁的酒量比您差？您还真是一坛就倒。荒唐！我昨天在宴前不是嘱咐过你，要对我多加照看的吗？昨天我也喝醉了，忙着和院监聊天去了。这个任安乐便一点也没醉。哦，说起这个安乐姐啊，她可厉害了，非但千杯不醉，还对烂醉如泥的您照拂有加。昨夜啊，我
我是第一次看到任大人那么像个大人，您那么像个小孩。我居然在酒后成了无理取闹的那个。殿下，昨夜您酒醉时，安乐姐有没有乘人之危啊？难道殿下想与安乐姐发生些什么？你荒唐，满脑的酒色！去把昭明文选抄一遍。去。哦。这么一来，又要被那个任安乐给拿捏了。任安乐，任安乐，你打算何时向陛下请旨，随我下江南？我什么时候答应殿下要跟你一起下江南了？君子重诺，言出必行。安乐又不是君子，安乐是一介水匪小女子。任安乐，你不要无理取闹。为了让你答应，我已经有求必应了。谁答应你了？哦，对，好像有点想起来了，我应该是答应你了。哎呀，昨天晚上喝酒喝太多了，有点想不起来了。想想啊，哎呀，口好干啊。痛。想起来了吧？想起来了。昨晚殿下喝的实在是太多了，你非要爬树，我花了好大劲儿才把你给劝下来。而且太子殿下当时一直抱着我喊我紫园，死都要抓住我，还一直喊紫园紫园。后来又怎么了呢？苑卿苑叔，昨晚殿下还干嘛了？别想了。荒唐。小姐，你看起来心情很不错嘛。有吗？有啊，很久都没有看到小姐这般真情实感的笑过啦。你可跟朕打过包票，这任安乐一定会同意的。出了点意外。可这任安乐一早就进宫，跟朕请旨下江南，他没告诉你啊？这个任安乐。来，喝点水。安乐寨寨主常年海上奔波，竟然会突然晕车？殿下与我同坐一车是为了照顾我吗？我是想与你一起商量治理水患之策。
那殿下一直手握那瓶晕车药是为什么呀？是想让你尽快清醒，免得这一路上会闹得人仰马翻的。殿下还真是贴心呢。但是安乐晕劲儿没过，头也疼，手脚也无力，不如殿下好人做到底，将这瓶晕车药为安乐喝下吧。啊，你就晕着也罢，大不了到了江南，我让人用麻袋把你扛下去，也叫慕天府的百姓瞧瞧新任大理寺卿的威风。安乐一时迷糊，让殿下见笑了。但是谁迷糊的时候没办过几件荒唐的事情呢？殿下不就还爬过树，摔过饭碗，还调戏过良家妇女？荒唐！原来殿下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安乐呀。苑琪，你没事吧？文硕，你怎么来了？我，他都跟了我们大半路了，你才发现啊？让他跟上车吧，不然被野狼叼走了可如何是好？安乐姐，你是怎么知道我一直跟着的？你们是故意让马受伤的。任安乐，想让我停车等温硕，手段也不必过激。还有你，回去。我不想回去，我也想去江南。太子殿下，你就带上他吧，说不定我这个便宜弟弟还能派上大用场呢。是啊。怎么下雨了？殿下，你就带上我吧，我都没带伞。上车吧。殿下，您别生气了。温硕啊，你不如跟殿下说说最近功课做得怎么样？哦，安乐姐，我这人有个优点，就是过目不忘。那些经学典籍啊，我只要看一眼，就都能记住。殿下，你可听见了？殿下，殿下，睡着了。还是安乐姐对殿下好。殿下这几日诸事缠身，几乎都没怎么睡过觉。殿下还是需要你啊。我？自然是需要你的。其实殿下早就累了，早就应该睡上一觉。可是这儿只有我跟殿下二人，他怎敢睡啊？再加上那两个……也对。哦，安乐姐，这是骆大人让我交给你们的江南舆图。你的任务完成了，等雨停了便下去吧。你，原来我也被你利用了。切。
太子殿下果然跟安乐不一样，都睡着觉呢，心里还想着别人。安乐就不同了，眼前人便是心上人。我眼前只有江南水在一时。快到慕天府了，你我二人一会儿先变装出行，小心别被钟离文盯上了。太子殿下想跟我私奔就直说呀，何必如此弯弯绕绕的？算算时间，太子应该到慕天府了，只是这赈灾银两还在路上，怕是要再等些时。赵福啊，在。着朕的旨意下去，再多增派几队禁卫军过去，以免出什么娄子。是。哼。大人，太子殿下就要到了。侯爷早就吩咐下来了，你我照办就是。依侯爷所推断，太子殿下此次来江南定会秘而不宣。既然太子殿下想要微服出巡，那我们慕天府就得好好准备准备，别让什么脏东西污了太子殿下的眼。公子，你看那边。谁有枪拿？哎，看一看。真好看。哎，姑娘，你还没给银子呢。找我家公子要，他有钱。不用找了，谢谢谢谢。姑娘，有什么喜欢的可以随意挑选。京城可比这里繁华多了，怎么不见你有这般兴致？大理寺的公务那么繁忙，哪有时间逛街啊？我在京城殚精竭虑，可都是为了公子啊！你要好好报答我才是。好好报答你，如何呀？有点歪了。哎，好了，嘿嘿。糖葫芦，糖葫芦！哎呦，公子，你一串我一串。给，谢谢公子。不用找了，谢谢公子。我明白了，公子不肯买2串，是因为江南水灾物资短缺，所以公子想跟我吃1串。这么珍贵的食物，为何那么容易就能买到啊？我们去米铺看看吧。好呛。
两位客人，要买点米啊？对，老板，来1担糙米。1担？嘿，这位客人，你买的可有点少啊。1担还少啊？都够我们夫妻俩吃小半年的了。两位是外地来的吧？嘿，其实你们有所不知，我们这间店平日里只供应大户人家，像闲散的买卖，咱们不想卖，这客人也舍不得买呀。你是嫌自家粮太多呀？对了，就是粮食多。老板，尽管报价便是。2两银子1担。是20两银子1担。20两，这么贵啊？算了，我们去别处看看。走。呸！穷鬼，过几天就饿死你们。江南遭遇了天灾，收成欠佳，可这里的商人却有大量余粮，这显然不正常。殿下知道还有更不正常的吗？这些米中都夹带了许多灰尘，都是陈米，这应该都是官藏中的粮食，因为丰年收，灾年赈，才容易积压成这样。走，回去商量商量。哎，去哪儿啊？这不那么长的街还没逛完呢。眼下还有什么可逛的？既然殿下已经见到了江南的盛况，是否也应该去看一下另外一面了？是。那些灾民，想必都被驱逐到城外了。哎，冉安乐，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？干嘛？我帮你打扮打扮呀。我们这是要装难民，有点勉强吧？来。哎，我自己来便是。哎呀，你这矜持劲儿得拖到什么时候？来。哎。来，拿好了。哎，你又要做什么？脸上也涂点吗？好吧。老板。没有，走。老板。站住！你们俩干什么呢？两位官老爷，我们实在是恶意。知府大人明明下了戒令，你们这帮贱民怎敢滞留城中？官大爷，赏点饭吧。走，把他们带到老地方去。走。快点，给摩托。下一个。就这么多。下一个。别摩擦，快点！别推啊！狗仗人势的东西。算了。慢点，后面。边疆硝烟战起时，他们将自己的儿子还有丈夫都送出去。等到大旱来临之际，又是他们亲自挖渠灌水。没想到眼下，殿下，你没看见的东西多了，人命如草芥，百姓如猪狗。是我的错。这可不是你的错，是那些狗官的错。他们只手遮天，中饱私囊，害得百姓受苦。冉安乐，你要谨言慎行。你给我把这些话吞肚子里去。我可当你是知己，所以才如此口无遮拦。此情此景，令人无心细谑。来了。小子，下雨了，准备撤了，把周米都收起来。哎！
回去吧。来，别淋坏了。早都淋着了，你看你脸上的泥都没了。快走，小心暴露。然乐，啊，安抚百姓和查募天府，我想先办好签证。可是没有物资的话，很难办得到啊。有，一行商人的米。原来殿下是想学我以前打家劫舍的行当。还是得取乎正道才行。既然有万事顺意的仁安乐在，殿下一定如意。大人，大人，今日风起宇宙，这药能驱减风寒之气。蜜饯，对了，大人，冷北的来历，千月阁调查了，并无不妥。他家住在大晋与北秦的边界，因战事家破人亡，5年前被安宁公主所救，后来就被公主收为侍卫了。安宁公主待他特别，许是因为他是在青南山下救的他。属下就是在青南山遇见了将军。当时我一人对战数十北秦兵，几乎穷途末路。是啊，看到你以一己之力将敌寇斩落7、8，我就在想，你可为我大晋所用。多谢将军救命之恩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冷北。你跟着我做什么？追随将军。我西北二郎千万，你有什么资格？将军小心！若非将军相救，属下早已命丧黄泉。我救你一命，你也救我一命，大家互相扯平。将军救我是仗义无私，我救将军，则是为了报恩。追随将军5年来，将军指导属下，比对其他人细心。冷北的这条命，是将军给的，也只愿为将军肝脑涂地。你心里明白就好，好好为大晋效力。属下定会谨记在心。属下告退。就像你，不过是在赎罪。青南山8万帝家军惨死，我无力回天。如今在青南山多救一人，便能多赎一份。大人此前提过，青城中找不到的长丝花，琳琅找到了种子。多谢你，琳琅。
帮我种到阳光最好的地方。好。既然已经到了慕天府，好戏就要开场了。谁？太子殿下。然乐，你这么晚来找我，不是为了商议赈灾之事吧？太子殿下先帮我擦干，我再告诉你为何。我没擦过。其实我是来帮太子殿下迎客的。简颂已经去了。哦，这么巧，岳叔也已经去了。简颂功夫不赖嘛。你家院叔也不差。太子殿下不用在旁边保护我，靠近我便好。好招！殿下这招也不错。等等，留活口！是属下疏忽。我还没看到呢，怎么就倒了？是服毒自尽。殿下，你没事吧？他们有没有伤到你？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殿下，刚才在后院被制服的几名刺客都服毒自尽了。这些人此前就未曾使出杀招，眼下更是宁愿服毒自尽，也不留一丝痕迹。殿下，这会不会是……此间事了，回去温书吧。怎么了这是？既然殿下无事，温公子还是送我回去吧。哦，走吧。所以太子殿下是何时知道他们会来的？我们暗中查看了灾民的状况，回城路上却畅通无阻的时候，所以这场刺杀应是钟义侯和钟礼文联手所为。所以刺杀的地点选在了这个客栈，还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而且这些刺客他们的功夫如此的高深，却只对着太子殿下的扇子打。哎呦，真是可惜了这么一把好看的玉扇子。可见他们的目的不是刺杀，而是警告。说的也是，我们这次下江南才是陛下眼中最为紧要的事情。如果我跟太子殿下就这样死在了这个慕天府，到时候自己惹得一身骚，不是？这只是其中的一种可能。还有第二种。这个钟义侯为人不择手段，我们若是死在此处，他大可以嫁祸给钟礼文。那太子殿下觉得，许是这个刺客放我们一马，也说不定。我们已经尽力隐藏了行踪，但还是被追踪到了客栈，可见我们当中有人是内鬼。侯爷，您莫不是真的派了刺客？这可是引火烧身之举啊！
太子在暗处，钟丽文在明处，也实在不好办事。所以你就使了这招，逼太子现身。这次的刺杀，早就做好了失败的准备。现在太子势必是毫发无损，又能奈我何？毕竟，刺杀之后的明局，才是给韩烨和任安乐这对家人的大礼。与其被他们步步紧逼，倒不如反将一军。所以我就说我跟太子殿下还是非常有默契的。这些人搞出那么大的动静，无非就是想要告诫我和太子殿下别在暗地里搞事情。我们就主动现身，各亮名牌。好。这样做不妥吧？这赈灾营还要5日之后才到，若是灾民们知道了殿下来了，却无所作为，那岂不是要闹得更乱？哎呀，我们这次下江南还真缺少银子和粮食嘛。文书，通知下去，让大家都换回衣饰，摆下太子仪仗。我要让穆天府的所有官员在1夜之内都知道太子御临之事。是。臣惶恐，未知太子殿下御临穆天府，臣接驾来迟了。哪里，钟大人乃一方父母官，公务繁重，是我未及时告知。这位莫非是？这位是大理寺卿任安乐大人，此次与我同为钦差。任大人。这客栈简陋，下官已为太子殿下还有任大人准备好了一处别院。不必了，穆天府水灾严重，不必为我耗费财力。更何况，钟大人穿着如此朴素，可见平日清贫惯了。多谢太子殿下体谅。就好比这次天灾，穆天府已经打开了粮仓，把所有的粮食都赈了出去。粮仓空虚，万幸的是，太子殿下和任大人及时赶到，这才解了15郡县的燃眉之急呀。官仓果真空了？若太子殿下不信，下官可以打开粮仓，让太子殿下一观究竟。钟大人言重了，我自然是信大人的。若如大人所言，那份万人血书为何会传到京城啊？这任大人就有所不知了。江南离京城路途遥远，那边的难民刚至，这边穆天府就已经把他们安抚得差不多了。那这么说来，这赈灾银是不是就不用发了？那倒也不是。这治水救灾还得从长考量。穆天府现在商家手里还有些余粮，所以下官准备明日率乡绅在望江楼设宴，还请太子殿下还有任大人一同前往，共商此事。去。哎，这个望江楼的酒席啊，看来咱们是吃不起了。你如今倚仗着我这个当朝太子，天底下哪还有你吃不起的饭菜啊？我这一介乡野女子，明日还要请太子殿下多多照顾我才是啊。钟丽文在江南一带颇有势力，他还是钟义侯的内弟。明日啊，你可要多多收敛些。此次下江南诸多事宜，还得靠他多多帮助。你又想做什么？太子殿下累了一天了，我自然是要为太子殿下宽衣解带才是。
没想到你平日蛮横无理，私底下竟有如此温柔体贴的一面。那是自然。真是让人刮目相看。如果不是安乐如此贴心的话，太子殿下如何会忘了等了10年的弟子缘，移情于安乐呢？是啊，10年惦念，如今皆成过往。太子殿下这说的是真的吗？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。注意点分寸，然乐。哎呀，我怎么就这么不喜欢这个钟离文派来的人啊？来的不是时候，走的也不是时候。本来还想着太子殿下有了安乐的贴心服侍，定然会跟安乐坦诚相对。安乐，你真是越来越荒唐了。就算是我荒唐，你也配合我唱了双簧呀，太子殿下。大人回来了。他们可好对付？太子殿下倒是挺好说话的，不过这个任安乐确实是个硬茬。不过我就不相信这世上还有不收礼的官儿。山珍海味他不吃，难不成他还想吃灾民的口水？既然太子殿下想体体面面的捞个政绩，那我们就把这件事给他办得漂漂亮亮的，这也算是大功一件。可是侯爷那边，我自有交代。两手准备，我们先设个局，以表诚意。如若不然，我们看一出戏，看看太子殿下来了江南是怎么引起的灾民暴动的。赈灾粮募集困难，这钟离文设宴，是想拿我手上的赈灾银，去买那些富商手上的余粮。但是这些余粮本来就是官仓的，到头来，这些银子还是会落到他们的手中。哎呀，他真是好一个暗度陈仓啊！你说钟大人真是打的一手好算盘啊！古云年视你为眼中钉，钟离文势必会在宴会上摆你一道。但我看太子殿下如此镇定自若的样子，想必心中是已经有了打算了。任安乐，你果然是我的好知己。知己，呼之即来，挥之则去的好知己。没事儿，我任安乐脸皮厚，只要太子殿下说是知己，那就是知己。不过，如果安乐有什么需要的话，太子殿下可否答应？任安乐，是这样的，我的请求呢是希望太子殿下可以叫我一声美人。美人，好，就这个位分了。太子殿下可是答应我了。好茶。尺则直刺1寸，解寒正可。柄锋斜刺1寸，行气活血。此法是琳琅向京中名医求得。大人若能3日行针1次，身体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大人施针已毕。我是先天不足之症，怕是难靠人为。这么娇弱的长丝花，宜赖京城尚能存活，
大人，你怎么会有事？大人，长丝花发芽了。这长丝花生于境南，生性畏寒。我多次栽种，都未能让它发芽。琳琅，还是你心灵手巧。大人，安宁公主又来了，就在楼下包厢喝酒。跳得好，长得还不错，挺水灵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奴家婉意。婉意，好名字。你也不错，叫什么呀？奴家芷罗。属下冷北，您喝的太多了。谁让你靠本将军这么近？都下去吧。将军，骆大人，琳琅的曲千金难得，骆大人可真是有耳福啊。这是梅花烙。将军还记得此曲？自然记得。幼时子愿与我一起学琴，可他却偏爱舞刀弄枪，学了数月也不成调，最后还是在太子哥哥日夜督促下，才学会了此曲。我听说，这岱山上一年四季不长鲜花，唯到秋夏的时候，才闻得几声鸟叫。像那样一个一年四季没有一线生机的地方，他一个人孤苦伶仃在上面过了10年。我们一别10年，其实我也挺想他的。他马上要回京了。你难道不想看看他10年后是何等模样吗？这岱山上一年四季不长鲜花，唯到秋夏的时候，才闻得几声鸟叫。像那样一个一年四季没有一线生机的地方，他一个人孤苦伶仃在上面过了10年。他马上要回京了，你难道不想看看他10年后是何等模样吗？等他回来，我便找机会去看他。将军，您不能再喝了，您要去兵库巡视。哦，是，我忘了，近日公务缠身，
怕是没空去看他了。既然将军还有公务在身，在下就不打扰了。李郎，那日在泾安侯府中，我便觉得帝家被陷害一事，安宁定然知晓。那您为何不告诉任大人？他与安宁自幼情同姐妹，一不想把她牵扯其中。此次安乐出京，我们替他好好查查。还有荷花坠子的事儿，抓紧查。是。没见过。你呀，嘴上说是来查坠子，我看你是想自己来挑武器吧？哎呀，这不找个趁手点的武器，怎么保护你跟小姐？本来还想着这人是行武出身，或许会用这坠子换把趁手的刀，可这一路的武器铺咱们都问过了，还是一无所获。哎，这都找了一天了，我肚子都饿了，就知道吃。我饿了吗？这个坠子过了10年才重现于世，对主人来说必然珍贵，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轻易当掉。近年来江南水患连连，饥荒不断。走了，去哪儿？米铺。米铺。可算是问到了，咱俩这回终于可以去饱吃一顿了。就知道吃，现在只问到了这个人姓钟，还不知道他的身份和下落呢。啊！可是我都饿了。明天呀，咱们随小姐去江南最大的酒楼望江楼吃饭，管你吃够。真的吗？嗯，行。难得殿下主动一回，不枉费安乐一片真心。这么多人看着，我也得把戏演好。这一招炸胡，还是舞弊案时跟你任安乐学的。可是安乐对殿下的真心可不是演戏演出来的。你当真这么觉得？说起来，你为什么总喜欢对着海燕自称安乐？自称安乐是因为我要时刻提醒我自己，我是在用这个假身份陪他演戏。安乐说出来的话、做出来的事，都是假的。今日太子殿下大驾光临，这望江楼可真是蓬荜生辉呀！是啊，是啊。太子殿下，我代慕天府众乡绅百姓敬太子殿下一杯。殿下，为何不饮酒啊？莫非是嫌弃我等照顾不周？殿下，哎，太子殿下政务繁忙，不宜饮酒。正好呢，我安乐喜欢饮酒，就让我为太子殿下代劳吧。
好，好啊！任大人不愧是女中豪杰、巾帼英雄啊！哎呀，过奖过奖过奖！海量啊！是，来，任大人，哎，任大人，等一等，任大人，钟大人，不妨让诸位一个个的来。是下官照顾不周，对，一个一个来，一个一个来。哎呦，何必要这么客气呢？反正以后到了江南，少不了要各位照顾我呢。正好啊，借此机会认识一下，阁下怎么称呼啊？在下城南刘本善。哦，刘本善是个好名字，果然人如其名，善良的令人发指。哎，干了！令人发指。哎，请。阁下尊姓大名啊？在下城东古明红。哦，古明红啊！干！小姐这酒也不知道喝到什么时候，不是说带我们一起吗？稍安勿躁，小姐既然已经令我们备好快马守着，就一定有她的打算。不是，那温硕怎么就能跟他们一起进去啊？还记得昨天刺客来之前，小姐命我陪他温习功课吗？是有这么一回事，这有什么关系啊？他呀，自有用处。任大人，在下再敬你一杯。安乐，切莫贪杯。无妨。任大人，刚才你喝着一圈任人酒的时候啊，太子殿下可紧张得很呐。是。再怎么说，我也是个大美人，在京城之中，有多少男子为我倾倒呢？别看这太子殿下平日里正襟危坐的，他其实心里头醋劲可大着呢。是啊，任大人此前就经常在凌香楼流连忘返，还常与其间之人嬉笑打闹，我怎么能放心啊？殿下所言极是，这件事情是安乐做错了，以后安乐绝对不会让殿下独守空房。这杯酒，安乐敬上。真调皮！没想到啊，这堂堂的太子殿下，竟然爱上了女水匪。无妨无妨，安乐以3万水师求聘，这般手笔，于我太子而言，也算不上丢脸嘛。其实我们早就听闻太子殿下和任大人的佳话呀，所以今天备了一些薄礼，以和2位能够早日结成秦晋之好。是，这边请，哦，哎，钟大人，不可！安乐乃朝廷要员，岂可随意接受贵重礼物？太子殿下，您这话说的，就对任大人可就没有诚意了。这是贺喜祝福之礼，又和贿赂不一样。您见过哪个把祝福眷侣的礼物往外推的呀？啊？你这又是参谁的折子呀2份参的自然都是任安乐。为何是2份？这一份参的是任安乐受贿。受贿？你那弟弟不就喜欢给人送礼吗？事后好拿捏别人。只要任安乐敢伸手，那就是收受贿赂的重罪。那这一份呢？
五彩琉璃皮儿。哎呀，大家这盛情，我跟太子殿下怎么能不领情呢？哎，别的不说啊，就光是看看今日这盛况，简直就是为我跟太子殿下办喜宴呀！任大人真是通透。来人，把这些礼物都收起来，等宴席结束之后，送到任大人的住处去。哎，慢着，既然都说是喜宴，那这可就是份子钱了。这份子钱和大家送的礼，我跟太子殿下怎么着心里都得有个数吧？小厮，去拿笔墨纸砚来，大家自己送的什么，自己都在纸上写清楚啊。好嘞。大人，你看这。安乐这个要求，本太子认为并不过分。任大人，这点薄礼，不用真的写吧？怎么就不用写了呀？你自然是要写下来的，不然之后我跟太子殿下怎么感谢你呀？这要我们写呀？这怎么写什么呀？这麻烦了，这办法。来，请吧。哦。怎么办呀？他记不住编。这又不是上断头台，你紧张什么？这个吧，哎呦，怎么了，文叔？他明明姓古，怎么突然变姓金了啊？我娘家姓金。古老伯啊，做人可是要诚实啊！咱们太子殿下就在这看着呢。是。诸位啊，这是我亲弟有过目不忘的本领，大家可千万别糊弄啊！对，他是我亲手抚养长大的，过目不忘这点，我倒是可以作证。姓古。哎。诸位，你们可都得看好了啊！这可是你们亲笔承认的贿赂朝廷要员的证据。文叔，把这个交给苑琴，送往驿站，务必交到陛下手中。是。啊，这不行吧？这。以奇珍异宝贿赂朝廷3品命官，罪加一等，算起来抄家也不为过。饶命！太子饶命！别说，走。哎，钟大人啊，你又没犯错，也没行贿，你跪下来干嘛呀？对不对啊，殿下？快起来吧。啊。殿下，你们听，这窗外好像发生什么事儿了。你看，那是怎么回事？要不我去看看？今天事还真多呀，殿下。殿下，出大事了！出大事了！太子殿下，任大人去世之前
赈灾的粮食又吃完了。这帮灾民听说殿下御临，便前来巡视。这更不凑巧的是，赈灾的银两4日才能到，仓库里边1粒粮食都没有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这可都怪太子殿下，要不是你非要来这望江楼，怎么会害了这些乡绅，又连累这些百姓啊？乡亲们，我们在这跪了这么半天了，太子却迟迟不出来，还派兵堵着我们。太子拿我们老百姓当人看了吗？接下来，该你一锤定音了吧？钟大人，我们今日本来就是为了商量赈灾之事，赈灾银未到，官仓又空乏无粮，我有一个更快救济灾民的办法。殿下请讲。让这些乡绅将功赎罪，开了私仓放粮。可我们又没粮可开。哎呀，如果他们也没有粮食的话，那他们方才那些行贿的证据，可不是都到陛下手中去了？乡亲们，这太子殿下装聋作哑，不如我们趁此机会杀出一条血路，透一个说法。对，走，逼他出来，走，走。太子南下，反而引发暴乱。纵然钟离文受罚，怕是我们的储君更要为此担上首责。此局难解。那要看执旗的人是谁了。钟离文千算万算，算漏了寒夜身边的意外。大人此话何解？任安乐此前统领3万水师，个个对他忠心不二。他钟离文不过煽动几千难民，是在小觑他。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即使众乡绅能把粮食捐出来，但他们的居所分散，得花大量的时间。这灾民气势汹汹，这安抚得住吗？殿下，钟大人，我问你啊，大靖储君在你慕天府被百姓围堵，你有什么要交代的呀？啊？下官该死，只是身在望江楼，不能调动更多人马。太子殿下，不能为您解忧，臣该死，该死，该死，真该死，真该死，真该死！哎呀，不够啊，不够啊！太子殿下，我就说这不够，根本不够。该死，该死，该死，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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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该死！钟大人，你这是在干什么呀？我说的可是太子殿下的禁卫军也不够围堵这些百姓的，又没说你巴掌打得不够。你说的对，楼下灾民上千人，禁卫军不过几十。安乐，日落之前，你能替我守住这些灾民吗？安乐说过，只要是殿下祈愿的，安乐都会做到。好。钟大人，储君无戏言，我会亲自前往众乡绅家中征粮。安乐，等我。安乐与殿下，望各不相负。诸位，我以大靖太子的名义保证，赈灾粮今日必到，请大家稍安勿躁。不可能，这怕不是缓兵之计。诸位，太子殿下马上就去取粮食，有我任安乐在这儿陪着大家，全当是人质了。你就是那个救了流寇、治了京城高官儿子的水匪。既然你任安乐替我们老百姓做过主，我们就再戏你一回。原来大家都知道任安乐啊！大人英明，便是江南也略有耳闻。
有你，我们也愿信殿下一次。那我也愿向大家担保，有我任安乐在此，太子殿下绝对不会抛下大家。现在灾民群情激愤，本官也希望太子殿下能取粮顺利。诸位父老乡亲，我出身靖南，一介水匪，你们大家最怕什么，最想要什么，我都知道。你们的苦难，我也能够感同身受，所以请各位父老乡亲放下心来，太子殿下定会带来粮食。殿下，日前慕天府刚发掘了一处铜矿。今日粮仓里多半粮食都已经交到矿上去了，并不是小人不愿意给，而是实在是……无妨，带我去取剩下的半仓粮食即可。我家的粮仓距离此地甚远，咱们现在出发，带路。啊，小人遵命。哦，在这儿。在这儿。话说我任安乐剿灭东迁，千里求聘，然后又拿下了科举舞弊案，这才得了太子妃的晋升机会，然后来到这江南，与大家一起赈水灾，也才有了跟各位父老乡亲相遇的缘分啊！啊，在这儿，在这儿，快，在这儿。太阳都快下山了，太子还来不来？大家少安勿躁啊，别急，马上就来。娘知道。乡亲们，我看呐，这里面就有诈。这太子下江南的时候，我听说压根就没带粮食来，骗我们的。真的呀？哦。好像走错了，又走错了啊！都是小人的错，怕是没办法让太子殿下在日落之前拿到粮食了。再拖下去，望江楼下怕是真的要失守了。粮食呢？给我们粮食！我们要粮食！各位父老乡亲，要粮食！我要粮食！各位父老乡亲，看，太子殿下带着一半的赈灾粮来了。来，我们去抢！各位父老乡亲，为了防止哄抢，请大家先登记名册，按量发放。任大人，你这又是想耍什么花招？拖延时间是吧？对不对啊，大伙儿？是啊，你怎么知道里面是不是粮食？万一是石头和沙子？对呀，怎么证明？真是粮食，真的有。证明了吗？大家别乱，排队登记，跟着我走。难免里会有钟离文的手下，我已命吉利备好了假的粮草，里面有个扎了黑绳的大米袋子。接下来就看你的了。殿下何时学会诈人了？所谓近墨者黑，也不知太子殿下那边如何了。下一个，后来登记，我家一共4口人。对。我叫陈大力。耳东啥车？饿死了！哎，等等，大人，登记再领粮。好几个孩子，您行个方便吧？果然是假的！我这米是假的，你的身份也是假的。如果你敢大声嚷嚷，我这刀就捅进去了。带走。是任大人，你怎么突然抓人呢？那人刚才还给咱们出头来着。放人！放人！各位乡亲父老，
他带头插队，若我不施加惩戒，对守规矩的人不公，更会惹得他人效仿。到那时，老幼妇孺又如何保证自己的口粮？眼下太子殿下马上就会带着粮食过来了，大家少安勿躁啊！可你这话已经反复说了好几个时辰了。对啊，我们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太子殿下，你可要快啊！我们不找了，索性就到这儿吧。殿下，咱们还没到那儿呢。太子殿下，粮食来了。太子殿下，这些粮食只是其中一批，其余的已经在送往望江楼的路上了。做得好，回望江楼。是，出发。我的粮食啊！可就要出人命了！该不会有诈吧？谁给这手腕儿啊？对呀，这个手腕吧。安乐，你辛苦了。诸位乡邻们，你们也辛苦了。我向诸位承诺，绝不再让一个子民饿死在我大京的土地上。蒲柳之姿，焉能入人卿之眼？能入。太子殿下荣冠中原之脸，自然是能入。人卿今日行事，也叫我佩服。然乐，谢谢你所做的一切。不用谢，我说过太子殿下所愿，我都会尽力为你做到。太子殿下该不会以为这光天化日之下我能对你做什么吧？我任安乐可是正经人。一本正经的任安乐，唯独在我面前胆大包天。好他个太子！好他个任安乐！大人，先喝口茶。来，大人，我看您不必如此。这慕天府怎么说也是您的地盘，亮太太子也不敢对您怎么着。奇耻大辱，你懂什么？如果像侯爷所料，之后他们的下一步要从江南水患入手的话，谁都脱不了干系。
关于赈灾一事，殿下打算怎么谢我呀？安乐，你果真聪明。殿下这是打算夸我了？来来来，多来点。望江楼之言，钟离文想要行贿你，然后威胁你，你却用记名单的方式反将一军，逼出了赈灾宴。这也多亏了殿下养出了温硕这么一个过目不忘的妙人。我去取粮之时，也多亏你派出了院书，反抄了米行的仓库，还顺带捎了几本有用的账本回来。嘿，殿下既然要夸人，那要夸的多一些才是，这样才能让人有心情做更多的事啊。这个钟离文虽然蠢笨，但确实是钟义侯手上一把好用的刀。然了，我问你，若要彻查钟离文贪腐的证据，该从何处入手？自然是要从河道款上入手。100万银钱修建的沅江河堤坝，不出1年便已决堤。这中间不知有多少银钱被这钟离文中饱私囊。那既然如此，那必须要找到河工和账簿才是。我听说，钟离文确有一本内账。是了，河工是人证，内账便是物证。若要查河道款的话，自然是少不了薪酬，还有物资这2项。找到河工，那么就能查清薪酬的出入；而若是找到内账，就能够让一切物资还有开支通通的水落石出。进来。太子殿下，小姐，我去查过了，钟离文将去年修河的500河工都征召了去，说是要重新修葺河道。原来你早有准备。那当然了。殿下，我去河道处问过，修河的河工都不是去年的那一批。哦，原来殿下查的比我还早，而且还查的那么深入。那我刚才白费那些口舌干什么？不算白费，只是让我再一次确认，任安乐不愧是任安乐。小姐殿下，我们就先下去了。这么说起来，这内账还有河工其实并没有任何下落。藏500河工的难度，还是要比藏一本内账要高许多。殿下的意思是要从河工开始找起。哎呀，殿下不会让我连夜去找吧？哎，殿下，你这么兜兜转转一个大圈子，还跟我聊了那么多公务，无非就是想要回避开头安乐问你怎么答谢我的问题。殿下你就不用慌了，也不用装了。其实殿下昨日就已经答应过我了。何时啊？昨日啊，不说要封我为美人吗？庆祝一下。我那只是夸你是美人，那不算数的。殿下既然要装糊涂，更是要答谢安乐才是。这殿下是一杯酒都不愿意跟安乐一起喝呢。果然，安乐是殿下用过之后便藏起来的一把刀罢了。唉，如此良辰美景，终于孤男寡女独处一室，做些什么好呢？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生得真是英俊，果然是京城第一美男。然了，你也不差，是个奇女子。
醒酒汤。殿下，昨晚你和安乐姐发生了什么？你回来了。你在我眼里就是一个奶乎乎的小丫头。殿下。门没锁，推门。苑琴，我让你给太子殿下送的醒酒汤，你送去了吗？哦，如此修长又骨节分明的手，愿书？哦，